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普京总统向国防部长绍伊古下达了一个命令，就是在1月6号到7号，俄罗斯东正教它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叫竹林喜节，是东正教的一个重大的节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乌克兰全境俄乌接壤或者接触的线上要全面的停火这是普京总统向绍伊古下达的一个命令。那么实际上呢，也向乌克兰方面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能否在1月6号、7号这2天在接触线上呢，双方都停火。因为俄罗斯是说我保证停火，我不交战。那么乌克兰那是不是也应该停火？那这样的话呢，居民嘛，包括军人就可以很好的过节。那么乌方的回应是没必要，不会因为这个是重大节日就停火。那么这件事传递出的消息呢，有的人就认为说可能是俄罗斯他顶不住了，所以要求停火。那么我个人认为普京总统实际上传递了一个信息，在目前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够接受谈判的这样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放出了一个测试性的气球。那么乌克兰方面现在答复是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一想，在乌克兰的全境就是俄乌的这个接触线上停火，那假设乌克兰接受，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现在俄罗斯可控制着，就是他搞的这个公投的这些区域可都他占着呢。那如果你同意，就是意味着你承认在这些区域里边的居民他们可以像俄罗斯人一样安心的过节。那实际上你乌克兰承认现在这些是俄罗斯控制着，所以他不可能去承认，因为他现在是要把这些就是失去的领土全部给夺回来。所以呢，这个乌克兰不可能接受，也并不是说这个俄罗斯他现在就顶不住了，马上撤了，不是的。那既然双方就是没法谈，因为现在这个消息传出来，就说明双方是没法谈的无论是你俄罗斯停火也好，还是乌克兰不停火也好，反正现在双方还要在这些区域里边进行交战，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所讲的，我现在正在考虑要向乌克兰提供布雷德利这种陆战车。当然在美国来讲呢，它是 M2 步兵战车，这个步兵战车呢有20吨左右的重量，有3个驾员，就是一个人驾驶，一个人操控25毫米的这个机关炮，另外一个人操控7.6毫米的机枪。在一个车里呢，步兵战车嘛，还可以搭载7名士兵，比如说拿着冲锋枪或者是这个机枪这样的武器装备，可以快速的战场前线推进。那么一方面呢，是保证自己的步兵不被打击，因为它这个20多吨的装甲步兵车还是有一定的装甲防护，虽然不及坦克，但是起码比你一般的运兵车或者单兵在外边行动要安全得多，而且到了前线之后呢，还有一定的火力的支援。那么美国呢，他的这个表态说明美国还是希望乌克兰继续延续俄乌冲突，继续就是消耗俄罗斯。如果你比如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我接受停火，咱们现在谈判，那美国还会向他提供武器装备吗？你谈判了，你停火了，不打了，你还要武器装备干什么呀？所以这个拜登总统说我正在考虑要向他们提供就是布雷德利这种战车。还有呢，就是德国可能要提供就是豹2这样的坦克，因为你坦克火力更猛，装甲更厚，可以在它的这个掩护下使步兵战车向前推进。那也就是说可以继续和俄罗斯在陆战场上进行较量，进行这种继续的争夺。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和北约的态度现在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乌克兰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所以我们说就是俄乌的这个冲突还要继续的延续。那么如果美国提供了布雷德利这种战车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之后呢，那乌克兰就可能用这些武器装备在陆战场上要和这个俄罗斯进行较量。因为你只有在战场上
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你在谈判桌上你才能说你要退到哪一步，我才能够停火或者是签相关的协议。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